来说说这场伊斯坦布尔谈判。跟大家预料的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零一点儿，不到1个小时10分钟就结束了。事后呢，双方是发了一些声明，咱们先听乌克兰的说法。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事后呢是说了一些了。他说两边交换了备忘录，那你的条件，我的条件啊，这个呢他们都交换了。另外呢，乌克兰提交了一个跟俄罗斯要的乌克兰儿童的名单。另外呢，双方同意交换重伤重病的战俘和25岁以下的战俘。同时呢，双方同意返还6000名阵亡士兵的遗体。当然呢，乌克兰代表团提议能不能在20号到30号之间让两边领导人举行峰会。俄罗斯代表团第一时间立刻就拒绝了这个建议。另外呢，再次乌克兰提出了美方之前的乌克兰无条件停火方案，再次被俄罗斯断然拒绝。这是乌克兰方面的声明。咱们再听听俄罗斯他说了些什么呢？本来的一个和谈峰会，最后因为俄罗斯这也不谈那也不谈，最后只取得了一些小的结果，也就是变成了一次战俘交换会议。别的不是停火和谈吗？最后就谈成了点这个啊。俄罗斯呢，他做出了几个说明啊，这个6000名士兵遗体这个有了，另外患病和重伤的士兵，25岁以下士兵这个都有。另外呢，莫斯科和基辅各成立一个委员会啊，在无政治决定的情况下交换重伤的士兵，这个是有了。另外呢，俄罗斯向乌克兰承诺，在前线部分地段实现2到3天的具体的停火，这个乌克兰那边没讲。两边也都同意在部分地方停火，让各自的红十字会到前线去找自己士兵的遗体。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非常的心酸了。那说到这边把孩子的那个名单给你了，你把孩子给我们还回来呀？俄罗斯是这么说的，说我们没有绑架任何一名儿童，我们只是俄罗斯士兵从你们的手里救出了这些儿童。你说还有这么混账的一个国家啊，从人家父母身边把孩子给救了出来。当然呢，别的就没有了。这是两边事后发的一个声明。那关键乌克兰那个备忘录我们都知道了，首先领土完整战争赔偿基本那些情况那天都给大家讲了。那俄罗斯这个跟憋宝似的，他这个备忘录他也不给美国他是第一次拿出来的。那他在里边都说了些什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通报一下。他认为呢，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国际社会承认克里米亚加上那4个州都归我们，然后乌克兰人从这儿全部撤出。另外呢，乌克兰以后你要保持中立不能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也就是不能加入北约另外呢，外国军队等等的不能在这设军事基地。另外呢，确认乌克兰作为无核国家，不能拥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不能拥核。另外呢，要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最高的人数。另外呢，你拥有什么装备和你的技术允许的最高的类型都要做出规定。另外呢，确保俄罗斯人民和俄语人口的全部权利，赋予俄语官方地位。小泽他们已经把这给拿下了，现在英语可能已经变成了国家官方语言了，就是乌克兰语和英语，我印象是做了，原来是乌克兰语和俄语嘛，现在俄语已经被拿掉了。另外第7条，立刻停止宣扬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他还嚼这个呢。另外呢，取消所有现行和拒绝实施俄罗斯联邦之间的经济制裁等等的吧，这个呢就给他们取消制裁。另外呢，解决和家庭团聚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呢，遭受的损失，乌克兰要放弃索赔。另外，取消俄罗斯在世贸组织中的各种限制和制裁。另外呢，逐步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这是他提出的几个所有的这些基本原则这个呢都要给我们满足。
然后他提了那停火呢，他提了俩方案，一个是你撤出，从这4个州里边都走人，咱们就停火。第二呢，那你可以做不到，那咱们就说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那就是乌克兰部队，要进行再部署。你不从这几个州里撤出，那咱们可以商定一些地方，你那个部队呢，可以在我指定的地点，在那儿待着。然后停止接收外国军事援助，包括卫星通信、军事情报，那都不能有了。另外呢，外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不能有军事行动啊，所有的军事存在都得取消。另外呢，保证乌克兰放弃颠覆和破坏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就不能在我那儿再炸我了。另外呢，建立双边停火监测和控制中心，大赦政治犯，释放被拘留的平民。另外要废除现在在乌克兰境内的戒严令，他连这他都管啊，他都管。这就俩方案，剩下呢这就什么6000名战俘等等，就是那些内容了啊。那个刚才都说了，这就是普京他们憋了得有10天吧。憋宝似的写出了这么一个和平备忘录，你告诉我这叫和平备忘录吗？我不知道川普看了人家这和平备忘录以后，川普会作何感想？那你这兄弟普京是要好好谈判吗？这什么情况？这个条件你认为能接受吗？你们自己掂量啊。那乌克兰那边也提出来了，包括人家也都介绍了他们的方案啊。俄罗斯人说，我们需要1周的时间来回应停火文件和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这人家是他的节奏啊。原来说呢，那你这次要谈不明白，我制裁你。哎，我没说不答应啊，我需要1周的时间来进行思考。你看怎么样？他又争取了1周的时间，你跟他急不得恼不得，人家在这里边玩这些小技巧，我没说 no 啊，对吧？你把你的条件给我了，我回去研究一下不行吗？我也没否了你的呀，你不接受我的，我也没拒绝你的呀。给我1周时间，完了咱们再谈谈，再给我1周时间，这件事儿就让他这么玩下去了。所以说呢，玩这个人家是老炮啊，真你弄不过他。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讲说，在伊斯坦布尔的第1次会议上，当时俄罗斯人就坚持要求美国人不能出席会议。乌克兰发言人讲，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我们看来，美国人是应该在场的呀。结果第2次，这是2次会议了，俄罗斯仍然坚持要求美国不能出席。那你为什么不让美国人出席呢？你不要川普帮忙吗？你这到底什么情况？乌克兰人也没太想明白啊。那在这第2次谈判之后，泽连斯基呢是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双方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第2次停火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在昨天乌克兰非常成功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他也用了这个词儿啊，安静了很多。那确实啊，这帮人第1次来撇着大嘴，那个傲慢啊，那话说的是很大的。那这次呢，一看乌克兰这边都穿着军装来的，一看那边西服革履，但是呢，你不能说面如死灰吧，但是面部表情是非常呆滞、非常僵硬的啊，笑也笑不出来。你想家让人给炸成那样了，拿什么笑？态度啊，能看出来。小泽就讲安静了很多。但是他们仍然提出了乌军撤出东南4州的无理的要求，作为停火的先决条件。之后呢，小泽得知了最后谈判的结果之后，再次发表讲话。他是这么讲的：看来还要执行1、2次类似的军事行动，痛打俄罗斯，才能让他们像个人一样的说话，还得抽他。这次态度是有所改进啊，但还没解决问题。白宫呢，那没谈成啊。白宫呢，今天的评论是，川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和普京和泽连斯基在土耳其进行3方和平会谈。
为什么埃尔多安给川普打电话？因为这么谈没用啊，你这不是瞎捣乱吗？双方呢等于从和平谈判降级为一个办事处级别，双方呢就在这儿商量战俘，有意义没有？有啊，那这跟和平谈判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你们以后就解决点具体事儿就行了。所以说到和平谈判，那干脆还是大头来吧。埃尔多安呢是做出了这么一个邀请。川普点头了，这是关于和平谈判的这一块。下边说说北约有一些异动。乌克兰正式受邀参加6月24号到25号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彭博以多家媒体的报道，北约峰会是在这儿开，但是美国不同意乌克兰来参加。我们当时在节目里讲，自从战争以来，北约每次开峰会，小泽都列席。但是这次被美国拒绝，为什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好几次了，你加入不了北约，你不能加入北约。那你不加入北约，你跑我们这儿起什么哄，开什么会啊？没你了。哎，结果呢，他们现在已经正式受邀来参加这次的峰会。再听北约秘书长讲，乌克兰加入北约已不可逆转，已得到所有32个盟国的确认。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有32盟国在华盛顿都做出了明确的承诺，承诺乌克兰将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加入北约，没有设定截止日期，也没有将它理解为现在和平解决的一部分。这个呢是一个32盟国的一项长期承诺，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大方向是确定的，结果是确定的，最终你肯定是北约，这个大家都同意了。但是呢，没有把它作为这次和平解决的一部分，我没有设具体日期，这是个长期承诺，也就是眼下还不行，啊，眼下还不行。但是那个邀请你加入北约，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承诺是没问题的。吕特讲，北约国家已经在为乌克兰融入搭建所有的桥梁，通过位于威斯巴登的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培训和教育中心，以其他领域进行合作。他们在那儿和北约是有一个共同的司令部。这件事儿有点意外，因为普京的条件里边有啊。要求北约正式书面确认前苏联国家永远不加入北约，这不光乌克兰了，连摩尔多瓦、连格鲁吉亚这都算上。之前川普也反复讲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应该他答应了普京的条件，之前又拒绝小泽参加北约峰会，这都是新闻里他自己亲口讲的呀，在椭圆形办公室。哎，到现在呢，乌克兰突然正式收到邀请，秘书长吕特突然明确这么讲，啥意思啊？说明内部的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难道不是吗？前一阵我都批判过这个吕特，那非常软，跟原来那斯图尔滕贝格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到现在他也突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当然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外人不得而知。但这个北约态度的重大改变啊，当然和以前拜登时期、斯图尔滕贝格时期没啥改变，但现在来讲是发生了一个大的偏转，态度有重大改变啊。这件事意味深长。那下边呢，再给大家总结，说到这次乌克兰木马，不是特洛伊木马了啊。发生奇袭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首先，美国当被问到那川普对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行动的反应的时候，白宫发言人里维特讲，我们的反应是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啊，等于什么也没说。CNN 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早就知道乌克兰在搞这次的蜘蛛网行动，五角大楼的负责人就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一直在定期了解乌克兰蜘蛛网行动的进展情况，但他没有与基辅的同行进行任何的交谈，
也就是我知道这件事儿，我没参与啊，你们在干嘛我也没管啊，他是这么个意思。那 CNN 做了一点联想，川普在5月27号当时在他那个平台上发帖文就讲嘛，说普京不了解的是，如果不是我的话，很多非常糟糕的事儿早就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了。我指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儿，他正在玩火。大家还记住这个帖子吧？这是什么情况？那川普指的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不是这个蜘蛛网行动啊？那 CNN 呢是他没头没脑的，他也没证据啊。他说呢是都知道。法新社呢也有一个判断，他说乌克兰的合作伙伴们肯定知道乌克兰安全局炸机场的这个计划，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提供100%的情报来证明这些飞机随时的移动情况，以及在攻击的当时那一刻，这些飞机它确实在那里。这是法新社做出的一个判断。这方呢就说，那作为美国等其他盟友，大家都知道有这么档的事儿，但当然也有媒体做出评论，认为川普的第一反应是真实的。后来有人问到嘛，川普我不知道，我事先可不知道这件事儿。乌克兰第一反应也是我没有告知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反应是对的，说乌克兰其实之前没有通报美国。他们的理由是呢，因为不放心。说到美国的国防部长、CIA 的局长，在过往都有明显的亲俄的倾向。CIA 的这位局长图尔西，那是明显偏向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人，在他的过往中啊。另外呢，在这位国防部长在德国抓获的2个俄罗斯间谍的手机上，竟然有小海的私人电话，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在这种跑风漏气的情况下，乌克兰怎么敢和美国来共享这样的情报呢？这应该是他们的顶级机密了，苦心经营了18个多月，这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呢CNN 和法新社认为是知道，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呢，那确实是没告诉。那我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那美国到底知不知道呢？大家认为的，大家是怎么想的呢？下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选择在6月1号？现在也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这是个纪念日。1996年的6月1号，乌克兰向俄罗斯交出了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图95、图160都交出去了，以及数百枚的巡航导弹。那一天按照协议都交了。结果在29年后的这一天，乌克兰安全局炸的就是你的图95、图160，也算是一种叫什么呢？历史的复仇。当初我们被人忽悠了，把国之重器都给交出去了，那29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对此做一个了断和表态，这是一个历史情怀了。另外呢，当然也有美国的专家讲说，这次的攻击的时间是精心选择在，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外围的部署，打了一些外围的机场，最后逼着这些图95、图22什么的都跑到了这4个机场里面啊，做了一些安全的转场，因为这个离乌克兰大概5000公里呢嘛。他们在等待你重新部署了重型轰炸机之后。应该说呢，普京是有这么一个计划，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么高调的谈判条件，乌克兰肯定是拒绝。那我给你一个最后通牒，你又不听，那要对乌克兰进行全方位的大规模的轰炸，来逼你就范，同时也向西方展示俄罗斯的强大的威力。等于这些空军集群集中在一起，准备集中来执行任务的。可能乌克兰掌握了这一点，都等到6月3号这次的谈判的嘛，等于呢6月2号这次的谈判的嘛，等于那也别谈了，
人家在提前一天就把你1/3的远程轰炸机都给你端了，彻底打掉了普京的这个算盘。你也别盘算这件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两件事儿到底是因为现实情况还是历史情怀？我认为这两者都有，赶上了。所以说，人家那31号打你也行，6月2号打你也行，但是一定要在6月1号。这里边也结合着这个历史情怀，都有道理了。那现在人们关注的，那打完了，那该往回打了，咱们就看看俄罗斯的反应。说到那让人家端了4、5个机场，怎么说呀？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只用了不到40秒播报了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机场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把那个着火冒烟远景是放了那么一下，大概说有5个机场发生了火灾，到此为止就没有了。然后俄罗斯呢有很多的自媒体拍到了大量的画面。自从呢被无人机攻击之后，俄罗斯全境所有的卡车都要接受全面的检查，特别是检查车顶，结果就导致俄罗斯的道路交通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有那么多卡车吗？大家别忘了，在俄罗斯，将近70%的物流运输都是由这种大集装箱货车来完成的啊，它那个卡车是非常之多啊。后续呢，那4个卡车司机都被抓了，名字呢也都查清了，都是俄罗斯人啊。现在判断的应该都是不知情的。现在有这么一段，这是他们媒体的披露了，咱们看看俄罗斯人是怎么说的。其中的一名司机啊，是55岁的亚历山大讲，说这车是你的吗？不是我的。那车是谁的呀？车主。是一个37岁的叫阿尔乔姆的人，然后说不久前呢，他接到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个说把这集装箱里边拉着的东西运到摩尔曼斯克附近啊这么一个地方，谈妥了价格，亚历山大呢就把货给装上车，然后就走了。就走到快接近的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啊，说呢亚历山大，你要在什么什么地方，你要把车停下来。最终呢，他就把车停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他也不知道旁边就是那个著名的军用机场。你让在加油站那儿，那不是有服务区吗？在那儿停着就停着呗。结果没想到，好家伙，把他给惊着了。那无人机盖儿一开，从这里边嗡嗡的就往外飞，把他也给吓着了。另外的一个卡车司机呢，是61岁的安德烈，也讲了类似同样的故事，也是从那个阿尔乔姆公司的一个卡车，也是给送东西，最后呢也跟他讲，在旁边的一个咖啡馆，你把车停到那儿，有人来找你，结果没想到啊，旁边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军用机场，无人机从那里边也都飞起来了。另外，在梁赞和伊万诺沃地区的那俩卡车司机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里边都说呢是差不多，大概是同样的意思吧。那一看这几辆卡车属于一个人，叫阿尔乔姆，那就找这阿尔乔姆吧，人家早回去了。小泽讲的，他已经平安的回到了乌克兰境内。现在呢，他们找到的数据显示，这阿尔乔姆确实是一个乌克兰人。整个这段的策划，大家等着啊！以后这007大片儿，这个关于乌克兰的这个大片儿，我估计那要有4、5个小时的这么一场电影里边，一定有这个精彩的桥段。我会说到阿尔乔姆的这段子事儿啊。那说到克里姆林宫，从6月1号，今天都3号了。在过去的几十个小时之内表现得非常安静，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都没出来讲话。我今天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是经过了大规模袭击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沉默。之前也打过他嘛，把桥打坏了，或者是把那个克里米亚大桥打坏了，那他也是重创嘛，他也急了嘛，没有等这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沉默。有俄罗斯自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空天军的司令谢尔盖
疑似自杀。国之重器让人家给毁了这么多，那怎么交代啊？当然，这个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这是俄罗斯自媒体的一个说法，说克里姆林宫正在召开紧急的会议，在研讨反击的事宜。那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这打击报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首先，会动用核武吗？有俄罗斯的爱国媒体啊，等于他那儿也有激进的嘛，就说呢可能要动用一些战术核武器，在哪儿？不会在南部和东部，因为那边双方都纠缠在一起，你怎么用核武啊？要在哪儿？要在乌克兰的北部，也就是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到基辅，原来我们都知道那条进攻路线，当时俄罗斯的车队在马路上那么停着，最后被点射等等，大家还记着那段。他们现在在白俄罗斯有部署着战术型核武器，也就是小型的核武器。你要从俄罗斯直接扔吧，这事儿不好说了。那这事儿全世界跟你没完，让白俄罗斯扔，当然也是他的了，但是呢，这多少能减轻一点他的罪行啊。他准备从那儿扔一个，而且那儿离基辅更近，而且那儿双方没有纠缠，那是纯乌克兰的土地。扔一块空地，反正一炸啊，至少百十公里的，这是一个核污染区，以后就啥也不能干了，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想法。但是今天这个想法呢，美国也有人在讨论，法国、德国很多的专家都在讨论，大家最后的结果认为呢是不会的，因为你一扔了核武，这性质可就变了，这就不是什么特别军事行动了啊，这事儿可性质就变了，那全世界就不答应了，川普也跟你没话说了，那性质就彻底翻转了，因为核污染的事儿，特别是你要在北边扔，那就是在欧洲一侧呀，那可不是开玩笑，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到核这儿，那连中国都不能支持他了。中国当时这个核大战打不得不能打，就习近平那几句话来回来去的这么说，这也是习近平的原则底线。所以说扔核弹这件事儿，不可想象啊，这个很多大家一认为这不可能。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叫针数，之前他弄过一次，我记得是在哪儿啊？尼古拉耶夫啊，还是在哪儿？他不是在空中能看见，就是打到那儿，然后歘歘歘从云层里边往下打，就是说炸了人一个兵工厂，最后还炸偏了等等，那是挺吓人的那个，而且那个你也很难拦截。因为它那个可能要打出太空，从太空以外到了你的上方，然后往下发射，那是很猛的啊。还要打哪儿？现在大家都在担心的是基辅，反正就这2、3个主要城市吧。也就是用那个东西，现在是很难防守的。会不会这么做啊？如果俄罗斯给予了这种级别的，你比如说瞄准了乌克兰总统府啊，或者是市中心，然后我用这种超高音速导弹来炸这个的话，哇，那情况就严重了，那等于战争就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3战的引子就上演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很难收场了，大家都在担心这个。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也就是在昨天，你比如说乌克兰弄它是前天的事儿嘛，在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紧急通了电话。俄罗斯外交部做了一个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相关局势，没有说更多的内容。我今天查了一下美国，查了一下卢比奥本人的 Twitter， 没有任何的表述。美国对这个电话竟然没有报道，什么意思？我相信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个报复计划，他们在提前跟美国打招呼，
提前在通知美国，甚至在征求美国的意见。所以说，我的判断，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拦住他们。我的判断，今明两天报复袭击有可能就会上演。你要说他那个小胡子佩斯科夫说在那耍贫嘴，说说那几句片汤话，倒不让人担心了，就怕这不吭声了。这说明普京真是鸡血上头，急眼了。所以说，突然他一声不吭，反而事儿更大。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这个报复是。以俄罗斯人那个德行那他不可能不干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只能愿上帝保佑乌克兰吧。做一点评论，说到这次谈判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我相信呢，这是大家一定的共识了，都知道了。这里边唯一感到意外的是，北约的态度意味深长，相当于北约公开拒绝了普京的威胁。这里边当然重点是美国态度的转变，北约听美国的嘛。因为前两天这不是川普也给吕特打电话，北约的总司令我还当我原来说不当了，原来万斯都已经告诉人家了，说我们不当了，你们自己找人吧。那找谁呀？那只能找英国了。那现在我们还当这事儿我们还干，所以说这态度都变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从北约这边下面的发展可能对乌克兰是有利的，但是这次俄罗斯的凶猛的报复令人感到不安。所以说，作为小泽他们也得藏好了，也得待好了，要不然这两天的话，他要拼命。你今天有记者问到小泽那说那要报复怎么办？小泽就讲，我们每天差不多说，在我们那天攻击的前一天，他发射了450架无人机来打我们，我们都习惯了。什么叫报复他每天都在报复我们，他能怎么地？所以说，这天天我们都在饱受战争的蹂躏，他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吗？但是这个帧数超高音速导弹歘歘歘，大家应该还能记得那次的那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当然上次呢没带弹头，它弹头呢就是普通弹头，那这次呢不知道加什么大的弹头等等，这是个事儿这是个事儿。